大家好，今天啊，我们还是来聊事故啊，因为中美啊有2个首富都炸了，一个是马斯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山东高密的首富，莫言的老家啊，豪迈集团啊，他旗下的这个叫张总张公运，他的这个有道化学爆炸事故。有道化学的这个爆炸事故啊是相当的大，那这次事故啊不仅炸毁了一个号称本质安全的这么一个现代化工厂，更是炸碎了我们对安全生产的信任，也再次拷问啊那些喊得震天响的这种高科技新工艺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隐患和马屁大意。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啊。2025年5月27号上午11点57分左右，正吃中午饭，一声震彻云霄的巨响啊，就撕裂了山东潍坊高密仁和化工园区的平静。紧接着呀，冲天而起的这个黄色浓烟就笼罩了半边天，巨大的冲击波呀，波及到了数公里之外啊。那么这2个爆炸的时间啊，先后我算了一下，这个山东高密化工厂啊，它的爆炸呢发生在北京时间就是昨天的11点57分，而 SpaceX 的星舰的发射时间啊是美国中部时间，也是5月27号18时37分。那北京时间就是我们5月28号今天的上午7点37分，所以星舰发射半小时之后呢就炸了，所以高密的爆炸是在先的，高密先炸。我们现在的画面啊就是现场的这个画面啊，爆炸发生之后啊，从监控视频来看啊，附近居民的这个窗户都震碎了啊，玻璃碎片散落了一地，而且千米之外的学校教室玻璃也被震飞，学生们啊就亲历了身体被冲击波冲击的这种恐惧啊，甚至在2公里之外的村庄啊，这个房子的吊顶啊都被震塌，墙壁也被熏黑，所以这哪里是本质安全的工厂啊，这简直就是一颗埋在居民区边上的炸弹。那么截止事故当晚啊，这个官方公布的数字啊，5人死亡，6人失联，19人轻伤。但请注意，这只是最初的数字啊，所以在这么巨大的爆炸面前，我们很难想象啊，真正的伤亡会不会更多呀？那更让我们心寒的是呢，工厂的核心区域啊，几乎就夷为平地了，一片焦土。废墟中呢，还有在冒白色的这种不明气体和这个黄色的浓烟，所以啊，这个事故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更是环境的代价，是信任的代价啊。说到这个山东有道化学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它的母公司啊，就是山东豪迈集团。这个我也知道啊，豪迈集团的创始人啊兼掌舵人，他叫张公运，是一位响当当的高密首富。那他的发家史啊，听起来就像一部励志剧。因为我在潍坊也待过一段时间啊，那他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农机配件厂起步啊，靠着干一流工作，做一流产品，创一流业绩，成一流人才，这么一个口号啊，带领豪迈集团的从传统的机械制造业，就是农机厂，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涉及到了轮胎模具、高端精密装备燃气设备多个领域，业务遍布了轮胎模具这个应该说全球这个市场啊。所以豪迈集团呢，还以它独特的这个所谓技工文化，工人就是老板这些口号而闻名，所以也吸引了众多的这种优秀的技术工人。可以说呀，在山东乃至全国，豪迈都曾经是技术创新、企业管理的典范。他们甚至敢于在这个所谓核心技术上投入巨资，自己研发，不惜代价。而这个有道化学，就是豪迈集团它布局精细化工里边重要的一步。他们把这个所谓自主研发的全连续流工艺及装备，从机械制造跨界应用到了高风险的化学工业的这么一个创新之举。所以他们希望呢，复制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在高附加值的这种农药和医药中间体这个领域呢分一杯羹。但是
当一个以机械制造见长的这么个企业，以大干快上的这个速度，仅仅用了1年半时间就建成了一个投资10亿、涉及到高危化学物品的这个农药厂，并且号称的是本质安全的时候我们不仅就要问了，这种追求速度的基因，在面对化工安全这个高压线的时候，是不是还适用了？在快的这个背后那些本来应该这个严谨审慎的这种安全流程，是不是也被快进了呢？所以这家被炸成废墟的这个有道化学，它究竟在生产什么呢？又用了哪些高精尖的工艺呢？那么根据资料有道化学呢，它的主要生产的是低毒农药以及医药中间体包括呢氯虫苯甲酰胺原药以及中间体，甲氧虫酰景中间体这个苯菌酮中间体、替米沙坦中间体以及多种的医药中间体这些听起来呢是高大上的名字，其实这是一个复杂而且危险的有机合成过程那更关键的是有道化学它引以为傲的呢是他们自主研发的这个所谓全连续流这么工艺装备。所以他们宣称通过他们独特的这种反应器通道结构和模块化的智能设计呢，他们就开发了比如说消化反应这个把硝基引入分子常见我们就是农药合成中的这个重要步骤但是这个消化反应通常它是放热而且剧烈的，它使用强酸嘛，所以它的产物可能会不稳定而且容易失控。再一个就是氯化反应，把这个氯原子引入到分子里边，同样是农药合成中里面比较常见的这个步骤我们知道农药厂都带氯是吧？帽子上带点氯这些氯气，这些有毒的腐蚀气体反应也可能放热。再一个就是氨化反应引入氨基。那么氨基的话呢它是通过硝基还原而来的都可能涉及到高压的氢气以及有毒的这个胺类。再一个就是重氮化反应，就是生成重氮盐，这也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中间体对温度光照像杂质都比较敏感极易分解爆炸，它是化工行业公认的高危反应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加氢，加氢比较常见，就通过氢气进行还原，那么通常也是在高温高压下进行的。所以氢气大家知道是高易燃易爆气体，催化剂呢也可能存在这种自燃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烷基化反应引入烷基反应呢可能也放热，部分的这个烷基化剂它这个可能有剧毒，而且呢有强腐蚀性。那最后就是基础的氧化反应了，使用强氧化剂，反应呢也通常剧烈放热，容易失控。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有道化学呢，他们工厂里边呢，它车间是消化、氯化、氨化、重氮化以及这个加氢，还有这个烷基化，还有氧化反应，都是容易出问题的反应。这些都是化学反应行业就是这个化工里边最典型的反应，也是最危险的反应。所以有道化学的项目负责人叫张本松吧，应该是老板的侄子，而且还公开透露过他公司是计划年产，主产品呢是2硝基3甲基苯甲酸6500吨，然后4硝基3甲基苯甲酸是900吨，6硝基3甲基苯甲酸是3000吨。还有这个就是2氨基3甲基苯甲酸1200吨，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上万吨的这种硝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它的生产需求。这么巨大的产能就意味着这些化学反应它本身规模也必然非常大。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化工厂它是一个处理着大量高风险化学物质进行高危化学反应的这么一个巨兽。而号称的这个全连续流的技术本应该是给这头巨兽呢安全的这个龙头是吧？但是事实证明这个缰绳这个龙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牢固那有人在1公里外的这个爆炸碎片就被砸中了。那我们大概算一下从1公里外1000米外发现的金属碎片和它造成的破坏来看有道化学这个527爆炸事故的威力是极其巨大的。碎片的初速度飞到1公里之外，可能达到了每秒钟数百米，很有可能超过音速是340米每秒嘛。
这么个级别，而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个爆炸的能量啊，初步判断可能达到数10吨 TNT 当量的级别，甚至可能更高。具体还取决于它爆炸的性质，比如说蒸汽云爆炸呀、化学分解爆炸以及涉及的这个物料总量。所以这种级别的爆炸呀，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业事故的这个范畴，这更像是一场小型的战役啊。所以这就再次强调这个事故的严重性也再次警示我们呢，这种化工生产它的高危的这种工艺以及原料任何程度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我们无法承担的这种代价。那么事故原因目前我们还只能猜测官方的调查结果呢，最后才能给出这个定论但是综合企业背景建设速度和事故的惨状来看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尖锐的这么一个结论或者问题，这会不会是一起这种典型的大干快上所导致的这种悲剧呢？但是在缅甸地震中这个泰国审计署在建大楼倒塌是今年最让我瞠目结舌的这个事故。一座几十层高的这个大楼在几秒钟在4级地震就碎成了渣。但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但这个建设速度大干快上一直是人们担心的这问题。所以这次高密的爆炸根据项目负责人的采访有道化学的这个所谓高效低毒杀虫剂中间体项目从规划到投产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这么大厂子1年半一个投资10多亿涉及到如此众多高危反应的农药厂，从规划到投产用了1年半。所以我们特意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卫星图片的历史图片对比2019年这还是一片农田呢，2021年开始建设，2023年就初步建成了，这是中国速度那网络上有很多董王在拧螺丝的这个视频，我只能说这个视频的作者太年轻了制造业回归它不仅仅是拧螺丝建设工厂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生的切片很多人的人生就是不停的换了几个工地之后就到退休了就是化工类的这种工厂建设周期是很长的。你看我年轻时候也去过中国的很多炼化造纸厂还有电厂，不少项目经历了4、5年，1期工程它才试产，2期、3期加到一起要10多年。所以当初认识的这个小工程师项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地中海发型的这种车间主任了那当时主任已经是副厂长了，如果不被抓的话但是现在的物流设备也先进了建设速度也大大提高，但是安全的要求你是不是也跟着提高了呢？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事故后的惨状这个厂区的核心生产区域几乎被夷为平地了，设备完全解体，只剩下这些扭曲的这个钢架瓦砾，这表明这爆炸它能量是特别巨大的，而且发生在核心的生产单元。那么短短1年半的建设周期，它的工艺验证它是不是充分呢？那些号称7年研发成功的连续流微反应技术，在工业化应用前是否进行了足够严谨的这种中试放大实验呢？从实验室这个小试到工业化生产，中间的风险放大是指数级的，任何一个参数的这种微小的瑕疵都可能导致灾难。所以1年半的时间真的能把所有的出现的工艺风险都摸清楚吗？再一个就是设备的选型、制造质量它是否过关呢？所以在追求速度的同时设备的采购、制造和安装质量是不是也得到了严格的把控？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到高温、高压、腐蚀性物料的这种管道、阀门是吧？还有反应器的内衬这些等等敏感部位，是否都达到了这种安全标准的最高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人员培训是不是到位？厂家呢，刚才这个工厂的这个发言人说全自动化但是全自动化也需要高素质的这种操作人员进行监控、维护和异常处理。所以1年半的时间能培训出足够数量、经验丰富的这种操作和维护人员吗？特别是呢，这家厂子它原来并不是干这个的，没有大量的基础的。比如说你是海底捞，我再开一家海底捞，我把原来的老员工一稀释，我就老带新就行了。你这是一个轮胎厂所以这样复杂的连续流系统里边没有成熟的人员培训会是个大问题。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讲 safety 啊，就是主要就是安全管理体系啊。那么在各个外企啊培养出来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安全、健康、环保啊，这个无论你是怎么简写那几个字母的拼写啊，是这些企业啊，无论是机械制造、化工生产、农药，他们用生命的代价堆出来这些东西。这个安全管理啊，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这种规章制度，更是深入到每一个操作环节啊，每个员工思想中的安全意识。这个东西放在哪儿，不放在哪儿都是有规矩的。那是否存在这个为了赶工期忽略安全环节，是吧？简化安全程序的这个情况呢？是否也存在的对于潜在风险的这种评估不足，还有应急预案不完善的这种情况呢？所以啊，这个中国化学连续技术示范园这么一个宏伟构想，是否也带来了一些所谓政治正确式的这种压力呢？当然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啊，也有可能让企业在追求示范效应的时候，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旗帜下，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因为刚刚嘛，马斯克的这个星舰飞船也爆炸了啊，而我们啊，中国的高密首富的这个厂子也炸废了。所以这不仅仅是巧合呀，这背后是不是也反映了一种共通的在追求所谓高精尖、超速度的同时啊，对风险的某种程度的这种忽视，或者没有能有效把控呢？就这种速度激情啊，在面对生命和环境安全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刚才我们提到啊，有道化学强调的这个连续流微反应技术啊，它确实是现代化工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啊。它和传统的反应釜相比呢，理论上还是有一些显著的这种所谓安全优势的啊。传统的反应釜啊，就是一口大锅，是吧？一次性装入投料嘛，大量的物料进行反应。它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旦反应失控啊，这个釜内的大量物料就会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破坏力是非常惊人的，那就是个炸弹。而连续流呢，特别是微反应器，它就像一个细长的管道，那物流呢是在连续不断的少量的流过，边流动边反应。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呢，就是在线物流量是非常小的，任何时刻反应器内它存在的物料啊都非常小，这就意味着呢，即使失控，爆炸能量也小得多啊，破坏范围呢也有限。再一个呢，就是传热效率高，因为管道狭窄嘛，比表面积大，所以散热是非常快的，而且很容易精确的控制速度，避免反应失控。所以理论上说啊，这个连续流它确实更安全，但是理论上的安全啊，它不等于实际操作中的万无一失。而有道化学它的这次事故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这种复杂系统的风险。你连续流系统，你虽然单体反应量小，但是你整个流程就更长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泵、阀门、传感器、控制系统，是吧？任何一个环节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就是可靠性降低了。这个堵塞呀、杂质啊、物料不纯啊，或者反应过程中产生固体析出，是吧？都可能堵塞这个微通道，造成局部过压，引发爆炸。再一个就是自动化的这个依赖，过分依赖自动化，就可能让人放松警惕啊。当自动化系统失灵的时候呢，人工干预它是否及时有效呢？而且紧急停车这个系统啊，它是不是真的安全可靠？所以有道化学啊，它的这个惨痛教训就告诉我们了，所谓的本质安全技术不是万能的这种护身符啊，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工具，但是安全的主体永远是人啊，安全的保障永远就是严格的这种管理和对风险的这种敬畏。可以说实际上这个农药厂啊，农药化工厂啊，因为它这种生产的特殊性，一直是安全事故的这个高发区，而且危害巨大。有道化学呢不是个个案啊，我们放眼全球啊，类似的这种悲剧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印度的这个布帕尔事件啊，1984年吧，这是全球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啊。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农药厂啊，这个异氰酸甲酯是一种剧毒农药的中间体，它泄漏了，造成数万人的这个死伤，数十万人受到了影响，至今呢还是有后遗症的。
虽然具体原因不同，但是他告诉我们，这农药厂的剧毒物质泄漏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就是美国德克萨斯的这个 BP 炼油厂爆炸啊，在05年嘛，2005年，那当然不是农药厂，那这类化工厂爆炸呀，往往是许多这种压力释放系统故障啊，什么操作失误啊，维护不当导致的，也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伤和巨大的破坏。这就提醒了我们这种化工系统啊，它的系统性风险。还有就是不久前啊，就前几年15年嘛，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那一次也涉及到大量的危险化学品，包括这个硝化棉、氰化钠，而且爆炸威力巨大，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大面积破坏。它的冲击波和毒物扩散啊，让人触目惊心。我到这个遗址还特意看过啊。另外呢，就是也在江苏，就离山东不远，江苏响水的321特大爆炸事故，那也是一家农药厂，2019年吧，这个生产农药中间体和燃料中间体的这个化工厂，因为消化反应失控导致爆炸，造成了78人死亡，非常惨的这个案子啊。它的惨烈程度啊，和有道化学相比啊，是有惊人相似之处。同样是农药厂，同样是有消化反应，都涉及到这种高危反应的这种化工企业。所以啊，这些事故的这个共同点啊，就是高能量爆炸、剧毒物质泄漏啊，对环境的长期污染以及对生命健康的这种深远影响。农药厂的这种危险性，它这个尤其就在于呢，他们的生产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毒物啊，它就有毒的，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啊，一旦泄漏或者分解，就直接威胁生命啊，还可能通过水啊、空气啊、土壤啊进入这个生态系统，造成就是难以逆转的这种污染啊。这种污染是慢性的呀，也可能是长期的，可能直到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显露出啊对周边居民的这种健康影响。所以啊，对于农药厂的这种安全，我们绝对不能是掉以轻心，更不能在所谓新工艺、高科技的口号下，哪怕有这种一丝一毫的这种就是放松的这个警惕啊。都这样。所以我们回到高密的这爆炸呀，我们从响水到高密啊，从传统的反应符到本质安全的这个连续流反应，央视的这个新闻稿子呀，似乎都可以不用换啊，就能循环播放类似的事故报道。为什么呀？明明知道危险，明明有先进的技术，明明有血的教训，这种化工事故却依然屡禁不止呢？是技术的本身就有缺陷呢，还是技术和管理、操作、监督之间的这种巨大的鸿沟呢？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和速度铤而走险漠视生命，还是地方政府为了业绩，是吧，默许甚至推动企业这种带病预行呢？所以这一次次的事故啊，它炸碎的不仅仅是这些厂房啊，更是我们老百姓对化工安全的这种信心。很多人家里边挨个化工厂都提心吊胆啊，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期待啊，更是我们对工业发展这种模式的反思啊。如果不能真正从根本建立这种全方位的本质安全的这种保障，那么无论你是首富还是技术创新，是吧，都将无法永远就是洗掉这些血的污点。德国的化工巨头巴斯夫有个铁律任何可能危及到安全的决策CEO 都有一票否决权。先看反观我们某些地方仍在以优化营商环境以这个理由放松安全监管。今年好像还有一些省出台文件明确呢对轻微安全生产违法首尾不罚。所以这种可以说是绥靖政策无疑就是相当于纵容犯罪。所以安全不是口号它就是生命。好的，这就是关于山东高密有道化学爆炸案的一个介绍，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些特大的事故核心呢还是为了安全。再会。